伤不致命，赶快走。走。干什么呢？李克明，露露小姐，我们久别重逢，你就要我的命，太狠心了吧你！
人在这儿搏斗过，不管是谁，必须灭口。嘿，走。与森泽将军联系上了吗？抱歉，大佐，还没有。不过最新的天气情况已经预测出来了。陆航轰炸机什么时候能起飞？今天晚上。很好，立刻通知陆。小美女，小美女，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把门给我锁上，一会儿里头不管出多大的动静都不能进来，坏了我的好事儿，我活剥了你们的皮。是。小美女，我可以欲仙欲死了。是吗？可是我不相信呢。嘴硬，嘴硬是不是？一会儿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哎呀，你别过来，外面还有人呢。不好意思了，是不是？你放心，我都交代好了，咱们在里头闹到天翻地覆，都不会有人进来。是吗？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杀了我，你也别想活着出去。我要真想出去，就凭你们这些乌合之众拦得住。不过现在我还不想离开，好不容易就剩下咱们2个人，我还有些话想问你。告诉你，别打我的主意，我的嘴很严。嘴很严？我可不相信呢。这儿是刑房吧？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说咱们俩闹翻了天都没人管吗？我突然好想试试这儿的每一种刑具，你会配合我的吧？你干啥？没想到日本人这么快就发现我们了，你说怎么办？老办法。
我们来玩个问答游戏吧。问答游戏？对呀，我问，你答。要是答案我不满意的话，把刚刚玩的游戏再在你身上玩一遍。哎，小美女，该讲的我讲，不该讲的我都讲。不，我只讲的该讲的。真的？啊，这。附近是不是有一架飞机坠落？是有架飞机。机上的人呢？驾驶员死了，其他人不知去向。胡说！我真的没胡说呀。现在你看，山这么大，这树有这么多，我们实在是找不着啊。那箱子呢？箱子就在库房里呢。里面装着什么东西？不要骗我！我真不会骗你，真不会骗你。那箱子是我亲自搬上去的。我们大哥说，反正我是看不懂，大哥他是看得懂，说里头有那个新型飞机那个发动机。飞机发动机，齐藤怎么认得出？大哥以前是航空兵，里面这些东西图纸我们看不懂，只有大哥能看懂。原来是这样。小美人，该讲的我都讲了，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当然了，我这就放让你去。住！将军，将军，半山，你还有必须要去完成的任务。你要炸毁发动机的原型，毁掉资料，把这条项链一定要交到吉冈大佐的手上。将军，将军，将军！他们，我猜想，他们应该是把东西遗失了，而且应该就在那个山寨里面。那个山寨里面是地方武装还是土匪？土匪。土匪？根据西西的情报，那个山寨里的老大齐藤是个杀心甚重的土匪，因为各种原因脱离部队，当上了一西族的老大。他们日本人不管吗？如今的日军因为接连失败，已经士气全无，根本无暇处理这些土匪。看来要弄清楚3722里面运的到底是什么，还是得夜闯匪寨。我有不好的预感，那架坠落在附近的飞机为我们带来了厄运。飞机上装载的东西已经吸引了各方势力，有中国人、美国人，还有我们自己人，哪一方都是我们惹不起的。所以我决定明天一早离开山寨，避避风头。是避避风头。大哥，可是现在外面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军队，我们根本走不出去呀。是啊，根本就走不出去。这些游击队，我还不放在眼里。明天一早我们下山，找一个中国人的地主家，我相信
没人会注意我们。大哥，这个主意太好了！是啊，兄弟们很久没有下山了，是不是？这么一会儿大家还可以开荤。哎，对。大哥，长条大哥被杀死了。啊！哎呀，那个女人呢？不知道，刑房就剩下长条大哥的尸体了。什么？不要乱！所有人抄家伙，跟我去库房。走。西西，你怎么来了？我来调查3722所运载的东西。西西小姐，别来无恙。是你？你怎么回来了？说来话长，先别叙旧了，东西你找到了吗？有人比我先来了一步，东西被拿走了。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吉刚的命令是，天气一旦好转，必须马上轰炸397区域。我看着天，飞机已经在来的路上，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走。别动！想走，没那么容易。不要命了！陆航的轰炸机已经在来的路上。我不信，军部如果不想要那东西，为什么还要派你来送死？你放心，我不会杀你的。还有你的朋友们，你们都是我最重要的人质。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细唱，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这里就是北野君向我多次提起的上海滩不得不到的王朝舞厅。是的，渡边阁下，我倒是没看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王朝歌舞厅虽然不像百乐门那样享誉中外，但却因为一个女人而红遍上海滩。一位女人，这倒是引起了我的几分兴趣啊。就是那个女人，王朝的舞狮皇后露露小姐。哎，柯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亲爱的丽，你回国后我们5年没有见了。Howard，我真是没有想到在上海见到你。你们是老朋友，认识啊？是。哎呀，霍华德先生就是这次的特使，他代表美国政府。来，柯明，过来讲。美国特使，老朋友，我可得告诉你啊，现在的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天下，一个白人出入风险很大呀。不过，你这次亲自来，想必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又被你猜中了，李，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敏锐。我这次来是希望得到中国政府的帮助，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受威胁。是这样的，1个月前，日本海军的潜艇曾经逼近了美国海岸，然后利用空飘炸弹袭击了美国本土。炸弹虽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失，可是却引起了国内民众的恐慌。亲爱的丽，你了解美国，我们的国家自独立以来，还从来没有遭受过外来的袭击，所以我来寻求你们的帮助。那我能帮你们什么呢？我们的海军情报我们 CPA 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太感谢了，我代表我们政府感谢你的帮助。好，非常感谢，合作愉快，谢谢。我对他也感兴趣。一个不穿军装的人，竟然能让北野对他如此恭敬，他到底是什么人？他是个艺术家，在日本可是出了名的绘画大师，而且在欧洲也是名噪一时。现在，即便是日美处于敌对关系，还是有很多美国的财阀邀请他参加巡回画展。不，他绝对不仅仅只是个画家。我也这么觉得。总让我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和你有同感，
是对你感兴趣吗？你趁机接近他，探探他的底细。这次的任务，政府方面非常重视。知道，可是现在没有了租界的缓冲，我们的活动范围小了很多。而且像空飘炸弹这么机密的计划，想必76号也所知有限，所以我们的那些线人根本就没有用，只能依靠西西了。哎，听说日本人要征用王朝舞厅？对，他们想在王朝举办亲善选美大赛。哦，真是没有想到，北野他还有这个雅兴。西西传回情报说，这个亲善选美大赛的主持人是个叫渡边光一的绘画大师。渡边光一？对，这个人我知道，他是日本知名的画家，在欧美也有相当的知名度。怎么，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吗？西西为什么特别提到他？我和西西都觉得，这个人绝对不是单纯的画家，他给我们的感觉特别不舒服。能让我们的2大王牌都感到异常，那这个人肯定不寻常。而且，北野对待渡边的态度好像也很有问题。你想，北野这种少壮派的高级军官，能对一个画家如此谦恭？如果说北野喜好绘画，不管你俩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所以我觉得这个渡边一定没那么简单。好吧，既然渡边是选美大赛的评判，那么露露，这次要靠你。你的任务就是获得选美大赛的冠军，然后伺机接近渡边。我总感觉，日本人在上海大搞疯传计划的同时，又搞出这么一个亲善选美，这两者之间说不定有某种联系。对了，哎，这什么东西啊？你闻闻。好大的桐油味儿。鼻子挺灵的嘛。你骂我是小狗？我是夸你。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我，是新任务的线索？没错。你看这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小日本也太有想象力了，居然用油纸糊的炸弹去袭击美国本土。可是他们成功了，所以这个东西就不再是什么假想的创意，而是杀人的武器。西西，你的任务是分析这个东西的具体制作工艺，还有调查日本军方在上海的疯传计划。是。选美比赛。没想到日本人动作这么快，连让我们准备的时间都没有。估计以后出门肯定要让人骂汉奸了。如今日本人控制了整个上海，他们要场地，咱们还能不给？我是为了咱们的工作叹气啊。
给日本人这么一弄，王朝瞬间就变成全上海的焦点。为了应付不可预料的情况，地下总部必须进入静默期。如今疯船计划还没有头绪，霍华德那个家伙给的线索又太少，只有一块破布，正是多事之秋，却还有这个招眼的选美比赛，和那个看不出深浅的渡边。哇哦，好啊！你学到了，知道吗？让一位淑女等待是非常不礼貌的。抱歉，十分抱歉。算了，看在我今天还有事情要拜托你的份上，就饶了你。感谢严景小姐高抬贵手。不过我可提醒你啊，要是你和我姐姐约会的时候迟到的话，那你就完蛋了。露露啊，其实对露露……行了，别装蒜了，瞎子都看得出来，你对我露露姐有意思。东西你认识吗？我正对他发愁呢，帮我看一下。这个不是什么高科技的玩意儿，我建议你去胡同里找裱糊匠。裱糊匠？啊，小姐，要裱字画吗？师傅，你帮我看一下，这块是不是裱字画上的？小姐，您开玩笑呢吧？这明明是蒙伞用的油纸啊！谢谢啊。日本人欺人太甚，哪次评选舞会皇后、花国头牌，不是各家自愿的？哎，这次倒好，日本宪兵队发帖子，
每家只定人数，只能多不能少，不参加就派宪兵来封殿，简直是岂有此理！这日本人啊，名声顶坏的，他们举办的选美，哪家姑娘敢去呀？这不是羊入虎口吗？再说了，参加日本人举办的选美，那不是上赶着当汉奸吗？哎，大家听我李某人说几句行不行？哎，你们只不过是出人，我王朝连场子都搭进去了，真的。日本人再过几天就要来封我的场子，我叫大家来不是抱头诉苦发牢骚的，咱们得想一想，怎么样才能够团结起来，把这个难关闯过去。哎，我说李经理，你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谁不知道王朝舞厅的舞池皇后露露是你李老板的人啊？我们可没那么好的命，咱们开的是舞厅，不是妓院。有点名声的舞女呀，她哪个背后没有点人脉关系什么的？平时搁家里头，当菩萨供着还来不及呢，谁敢逼着他们当汉奸呢？是你说的是以前，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的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你跟他们去讲理，人家手里攥着枪呢。可是这当汉奸，要是被重庆政府知道了，那军统锄奸团还不拿我们开刀啊？就是，锄奸团不会在意我们这些小人物的。再说，被锄奸团盯上，总好过被日本人马上打死吧。我们是开舞厅做生意嘛，又不是抗日志士。好啊，你们骨头硬，你们硬得过日本人手里的刺刀吗？那李经理，您的意思是？参赛，保命要紧，啊！不要看我的场子都被他们占了，我跑不了了，我肯定在这儿。你们想跟日本人对着干，随你们便啊！这我们哎呀，行了，李经理都说参加了，那咱们就参加呗。对嘛？可是大家有难同当嘛，啊！老师傅，哎呦，哦，小姑娘，我这里可没有衬你的花阳伞呐。师傅您好，您帮我看看，这块是不是蒙纸伞的桐油纸？姑娘，你这块东西哪来的？啊，是我的一个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怎么了？哦，这块散纸很结实，说实话，比我的桐油纸伞还结实得多呀。而且它们的味道好像不一样呢。这块纸上刷的不只有桐油，里面还混上了捣烂的柿子。比例呢，我看不出来，但是配比非常合理，经过反复的刷晾晒，这种油纸啊，用水都泡不烂，不发霉，不会蛀，能用几十年呢。那照您这么说，它的做法很繁琐。一个人做肯定很吃力，但胜在成本低廉。你参加吗？不参加行吗？那不成汉奸了吗？就是谁说的？就是参加个选美罢了。而且日本人把刀都架在我们脖子上了，谁敢不去啊？我们比不了那些名媛淑女，有家世有背景的，大家都是出来讨生活的。老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吧。我听说那些日本人杀人如麻，还特别色。这放心，日本人这次打着亲善的幌子，应该不会轻举妄动的。
不是说了吗？拿了冠军还是有奖金的。那露露姐去，我们也都去，好不好？好吧，好吧，好吧，那就去吧。那咱们准备一下。其实就是油脂糊成的气球。他们通过对传统油脂伞的技术的加强和改良，日本人研制出一种既耐用又廉价的空飘炸弹，然后利用氢气悬浮升空，依靠季风漂流，飞向美国本土。不过刚才我和老龟都发现了一个问题。露露，你看这个，这是我标出的太平洋环流气层，你看出什么问题了吗？这个环流也经过日本，也就是说，日本人完全可以在本土释放风船。不仅如此，风船的制作非常简单，价格也很低廉。日本人把风船放到上海，也就是说，它根本是另有目的。你看，上海在这儿，上海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季呢受西伯利亚寒流影响，刮西北风，到了夏季又转东南风。日本人的风船计划就是一个幌子，北野的目的还是细菌战。他想利用风船携带细菌特种弹，然后顺着季风飘向内陆。你分析的很有道理，而且这个方向是第2战区，也是中共的根据地。看来这个北野的野心不小啊。什么事？经理，北野带着宪兵队的人来了。这名要见露露小姐。
露露小姐，我很想知道，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舞厅，为什么会存放这么多的陈年好酒？当然是为了款待像渡边先生您这么高贵的客人。配合了多年的搭档，渡边先生，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哼，我只是随便这么一说。这里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不如我带您下去坐一会儿吧。要不要带上一瓶好酒？算了，我不喜欢洋酒，还是清酒比较适合我。露露小姐，请。渡边先生，请。报告。进来。这次青山选美大赛的安保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报告大总，一切尽在掌控之中。渡边先生对王朝歌舞厅有种特殊的感觉，他希望我们全面搜查王朝。渡边先生，他不是绘画大师吗？难道？渡边先生是这次青善选美的总评判，同时也是我们帝国的骄傲，绝对不容有失。更何况渡边先生的绘画境界很高，对于事物的观察和把握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敏锐。我命令你全面搜查王朝歌舞厅，确保青善选美活动的安全。嗨，大总。为什么这么看着我？我哪有什么不？呀，露露姐，又收到神秘人的花了。你喜欢啊，送你了。哎，我不要，这花呀是代表爱情，是人家送你的求爱花束，我哪里要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哟，神秘的追求者已经迫不及待了。哼，来拿着。露，谁告诉你我喜欢？我刚才说的可是关系。
渡边的资料有了吗？查到的都在上面。这个渡边还真不简单。好了。你怎么还拿着这包啊？怎么了？这不是放东西吗？以前呢，你要装样子当掩护，谁也管不了你。如今好歹我们是盟友，你知道吗？你这个包对你形象破坏很大的。以前提着像个政府小文员，可是现在越看越像个推销员，真掉价。就我这气质，我像推销员？西西啊，真的假的？这样吧，回头我给你包装一下，怎么着也得让我姐姐对你耳目一新呢。你找我什么事儿？露露，说正事儿。我找你就是想问问，你那个渡边到底怎么样了？观察敏锐，判断准确，是个很厉害的对手。昨天晚上，他让我带他参观王朝，与其说让我带他，不如说是他拉着我走，而且他第一时间去了酒窖。他的直觉认为，如果王朝有问题的话，酒窖将是第一突破口。王朝娱乐公司总部是由德国教官团提出的设计方案，带有很浓厚的军人色彩。他能够在第一时间怀疑到酒窖，说明这个渡边很有可能受过正统的军事教育。我总觉得这次选美很奇怪，不仅是这个渡边，还有北野的态度。北野？对，2年来北野所有的活动都跟细菌武器有关，怎么会突然搞起选美活动呢？你不觉得古怪吗？目前还看不出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总而言之，我们掌握的情报太有限了，希望老贵能带回一些新的线索。露露小姐，你喜欢的真的是玉兰花？把你手上的墨水擦干净。我在酒窖碰到渡边了。渡边先生，您怎么会在这儿？我也很好奇，露露小姐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她察觉什么？没有，幸好有西西帮着掩护。其实岩井小姐很喜欢王朝的红酒，她每次来
我都陪他在贵宾室喝上几杯。这个渡边可真够难缠的。那当然，他可不是一般人。你查到渡边的资料了？给他看一下。根据西西提供的资料，我通过特使霍华德调阅了美国海军情报处的资料，我终于挖出了这个家伙的真面目。这个渡边光一是日本海军高参，在日本军界素有当代名师之称。竟然把他比作日本的特工之王，一个人能抵10个师团的名师元二郎。而且啊，这个家伙擅长特种作战。日本天皇为了掩盖他的身份，特别准许他可以不穿军装。他实际的军衔是少将高参。这么年轻就官居少将，难怪这个北野对他如此信服。由此判断，选美只是一个幌子，他真正的目的就是想利用风船把细菌带到第2站去，以及共产党的根据地。想来之前利用飞船攻击美国本土的行动，也是他的杰作。他有风船作战的实战经验，必须除掉他。柯明，千万不要冲动。如果一旦有闪失的话，我担心咱们王朝的地下总部就保不住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依我看，只要计划周密，不要让渡边死在王朝里，应该不会有人怀疑到我们。小英有吧？小英有吧？小英啊！大总，我有票了！快走！我有票。会随着血液循环进入心脏，但是要4个小时，中毒者才会死于心肌梗塞。可是毒针刺破皮肤的瞬间，对方没有感觉吗？放心吧，针尖上已经做了麻醉处理。谢谢你的法宝，剩下的就要靠运气了。没错，但是要记住，一切以保全自己为主。我知道。好了，你准备下吧。你很漂亮。夜
完全没有那个必要了。露露小姐就是今晚的花国皇后。其他佳丽虽然美艳动人，但却无法和露露小姐相媲美，所以我宣布，今晚的冠军就是王朝舞厅的露露小姐。露露小姐的戒指非常别致，能否让我看一看？过目，是这样的吧？我想今晚渡边先生送我的冠军才是最好的礼物。昨晚的行动，渡边一定发现了什么，也可能只是个巧合。应该不是巧合。现在渡边没有死，那么疯传计划就仍在进行当中。杀渡边还可以从长计议，但是我认为，为了争取时间，日本人的疯传工厂必须尽快破坏掉。北野的桐油加工厂我已经查到了。经理，上面被日本宪兵包围了。这边要见露露小姐。那事不宜迟，老贵，你协助西西去摧毁日本人的桐油厂，我跟露露小姐去会会那个阴魂不散的渡边。来请露露小姐。请？带着武装宪兵来请吗？你别误会了，这些人是来保护露露小姐的。保护？我跟你们走。好，请。
都是我和你搭档。听你的意思，你想和谁搭档？教你的招用了没？用了，我都送了好几次花了。哎，他怎么什么反应都没有啊？你确定是玉兰花，白色的？哎，当然，这我还能搞错吗？他不就喜欢玉兰花吗？那你送他情书了吗？你怎么写的？哎呦，我的西西小姐，我哪懂写那些东西啊？哎呦喂，送花不写情书，谁知道你送花是什么意思啊？哎，我附了卡片在花里面。那就怪了，按理说姐姐知道是你送的花，不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哎，不过我用的是匿名。哎呦，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这个大笨蛋！这送花不署名，搞不好姐姐还以为是李克明那小子送的。啊！我忙活了半天，为李克明那小子忙活了。那你以为呢？那怎么办？200。日本人的车来了，你炸了统一加工厂，我再叫你去场。好，那我这次一定按你教的办。露露小姐，请原谅我这样随意的装束。在这里，我不会像在外面那样拘束。我是一个崇尚自然的人，对你们中国天人合一的境界十分向往。渡边先生请我来，所谓何事？当然是要向你兑现我的诺言。露露小姐不会如此健忘吧？昨晚的颁奖典礼上，我曾答应过露露小姐要送你一份冠军大礼。今天把你邀请来，就是要兑现我的承诺。我相信这份大礼，露露小姐你一定会满意的。渡边先生是要在这里送我礼物吗？当然，这里只有你我2人，不会有其他的人来打扰我们。露露小姐不要在意，他们不是人，只是我的收藏品罢了。可是他们都是活人呐，渡边先生竟然喜欢拿活人当收藏品。库尔戈武士传说是被夜神眷顾的武士，也是黑暗中的精灵。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他们自然也就成了我的收藏品。既然露露小姐对他们难以释怀，那就到我楼上的画室。我相信那里非常适合向露露小姐展示我送给你的礼物。请跟我来。挺有2下子的吧？开玩笑，小丫头片子，我可是真刀真枪干到今天这个位置上的。你还在训练营的时候，我就是 CPA 的王牌了。哦，你就吹吧。哎，下一步怎么办？这个地方只有你最清楚了。这样，去把宪兵衣服穿上，把这些燃烧剂冒充桐油送到他们搅拌之间去。好嘞。你怎么不换衣服啊？有你们去就行了呗。那些死人衣服我没兴趣。再说了，李克明让你协助我的，你就能者多劳呗。CPA 前王牌。我算看出来了，风水轮流转啊，不是我指挥你的时候了。
我不仅要穿死人衣服，还要搬死人尸体，是不是？行了，别抱怨了，这可是我们送给北野的厚礼。这一车礼物足够把日本人的风船炸到月亮上去。遵命，西西小姐。这些都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收藏品。它们来自世界各地，我每到一处，都会寻找那里最完美的女孩，然后将她们的美永远留在我的作品中。的确很美。可是，和露露小姐相比，她们实在是不值一提。您过奖了，露露。在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你将是我这一生中最伟大的杰作，因为你是最完美的。渡边先生，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人。你的笑容是这世界上最完美的笑容，我要留住它。露露，让我为你画一幅画吧，我要把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我知道你有很多不同的身份，我还知道你很厉害，甚至比我楼下的库尔戈武士更加令人生畏。我早就看出了你的不凡，所以我不允许你拒绝我，你只能属于我。你什么时候给我下的迷药？在你进入别墅的那一刻，这屋里淡淡的熏香其实就是迷药。除了我和楼下的4位库尔戈武士，其他闯入的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吸入迷药。现在迷药发作了。太狠心了！你的躯体将是我最完美的收藏品之一，你怎么能忍心伤害它？乖乖的睡吧，当你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将带你踏上最伟大也最美妙的旅程。先生，我们的封城行动什么时候展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我还有一件收藏品没有完成。上海的激进分子最近太安静了，从选美大赛到封城计划，都没有看到他们的影子。怎么？没有麻烦不好吗？哈，渡边先生，我和他们打交道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是一群非常难应付的对手，非常狡猾，而且实力非凡。我总预感，他们不会沉寂太久。宪兵队北野，那你？怎么 ，CPA 那边终于出手了？渡边先生，你还真沉得住气呀！就在刚才，
他们炸毁了在郊区的风船秘密加工地。我们的风船计划还没开始就已经折翼了。北野君，只不过是间桐油加工厂而已。我们随时可以再建100座甚至1000座同样的工厂。可是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计划。真的是这样吗？他们发现的只不过是空飘炸弹罢了。真正风船计划早已准备就绪，而他们却毫无察觉。北野君，你的格局太小了，不要只纠结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们要放眼世界，帝国的圣战将最终指引我们大和民族征服世界。露姐醒了，露姐醒了，露姐，没事吧？你怎么样啊？露姐，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啊？选美大赛结束后，我们就被日本宪兵集中起来，然后就被带到了这儿。他们想把我们怎么样？我曾经听守卫说要把我们带上一艘去美国的船。金山小姐买枝花吧。你为什么把姐姐扔那儿，一个人回来？啊？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话呀！都说无意。露露是被宪兵带去渡边别墅的，而且没有出来过。我在外面蹲守，只看见渡边离开。露露应该还在里面。我打算今天晚上夜袭渡边别墅。你别给我说那么多，我就问你，你凭什么把姐姐扔那儿？你为什么不管她呀？西西，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救出露露再说吧。我告诉你，要是我姐出了什么事儿，我饶不了你。快点，我们行动，小心！顺便把渡边一块干掉。等等，有情况！怎么特高科的人被撤走了？不好，会不会风船计划另有内容啊？空飘炸弹只是个幌子，可能因为我们炸了工厂，日本人要提前实施真正的风船计划。
的每一寸土地。你只有一个选择，和我一起完成这个伟大的作品，成为我最终的死亡天使。觉得头好疼啊！用力下。好，我不想死，我做你的收藏品。这就对了。露露姐，你别去！露露小姐，请你放心，我是不会杀害他们的。他们都是疯传计划的重要环节。不过，如果不听话，皮肉之苦在所难免。你果然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当然。好了，非常的完美，开始吧。放他们离开。刺下去吧，露露小姐。作为亲自实施这个伟大疯传计划的人，我怎么可能不注射病毒呢？难道你不怕死吗？看来露露小姐的境界还不够高啊。这也正是为什么你们中国那么多人却无法战胜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原因。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去给他们注射病毒？露露小姐，给你看样东西。
教授。哦，没想到是一朵带刺的玫瑰，真是不简单呐。大将军，以后病毒库建设的计划就要靠你来主持了，责任重大。北野君放心，我已经找到了新的秘密病毒库的最佳建设位置。帝国的最新型病毒红龙也已到了最后的实验阶段。为了帝国的圣战，为了大东亚共荣，我已经准备多少年了。不过，我的计划中还缺一位关键的人物。什么人？中国的建筑专家周啸天。照片中这个人叫大冢武男，是日本生化病毒武器专家。根据西西传回来的情报说，他此次来上海的目的是为了重建日军的秘密病毒库，同时他将主持日本在华的细菌战计划。又一个如同芥川一样的疯子，一定要把所有的秘密病毒库全部摧毁。还有一个消息，日本人现在已经盯上了建筑大师周啸天。哦，鬼子倒挺会找人的。难道他们想找周啸天主持重建他们的秘密病毒库？我告诉你，这次北野的如意算盘肯定是要打空的，因为周啸天是出了名的反日，想让他替日本人效劳，绝对是痴心妄想。可是北野这个人擅长抓住人性弱点，我们不能大意。你提醒的也有道理。为了防止日本人对他不利，我们应该立刻护送周啸天和他的家人去后方。我已经联系桂海清那边，让国府派出特工护送周啸天。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这种行为叫绑架，知不知道啊？周教授，很抱歉，我们也是万不得已啊。万不得已。教授，我是军统特工，我们得到消息，日本人很可能要对你不利。我的任务是保护你前往重庆。那我的妻子和孩子呢？您放心，您的妻儿上面早有安排，我们已派专人护送他们前往重庆，你们很快就能团聚了。哎，周教授，什么人？周教授，您不要惊慌，我们是军统的人。那他只不过是冒充我们的日本特工，是特高课的诡计。现在情况紧急，您必须得先跟我们走才行。遭到袭击，周啸天下落不明，北野已经掌握了主动权。桂专员，我希望你们联络处能向政府汇报 ，CPA 进行内部排查，确定我们这儿是没有漏洞的。政府部门中可能有内鬼。好，我来汇报。周啸天他不是一个容易屈服的人，北野既然动了手，就一定有万全之策。露露，你全力配合西西。尽快查出周啸天的下落，实施营救计划。是。小心北野，他很可怕，善于打心理战，要小心。我会小心的。
深夜大佐，这种摧毁人意志的致幻药剂，如果注射过多，周啸天会产生无法估计的后果。与其留一个对帝国有敌意的天才，还不如造就一个对中国国民政府怀恨在心的疯子。大佐阁下，之前注射了多少毫克？20毫克，硫喷妥钠。再注射50毫克。嗨。先走了，好，拜拜，拜拜，再见。露露，哦 ，sorry， 露露，哎呀，一晃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低潮的时候，是你给了我勇气，要不然我都不可能再回来。其实有句话我一直想告诉你，我真的很喜欢你。我刚才进门前，在外面拍。你终于想明白了，愿意嫁给我了。